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风险延续，本周没有出现止跌买点，而是变盘下跌，继续下探。如果想要避免过早的买入，耐心等待将非常重要。特斯拉神医九转即将形成，这里可能会有左侧买入机会。你知道怎么判断止跌和止涨吗？这个方法特别简单，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36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看到有关于指数的核心分析，我们会看到技术面上如何通过 K 线来看止跌和止涨，这个方法在个股当中也同样适用。而后我们还是要把上期视频所讲到的运线再拿出来讲一讲，因为目前还是有运线，所以依旧可以去观察。上期我们所讲的一些止跌信号，它并没有如期产生，那么就不要构成提前的抄底买进而是等待市场继续的下落，何时出现买点，何时再出手去买入。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也在今天会给到大家其中的一个变盘点，那么我们继续观察15分钟是否有转强的一个迹象。而对于指数有了一个分析之后，我们再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个股解析。如果指数能够出现止跌信号，那么个股也将出现抄底机会。当然，如果个股提前出现买点，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提前去买到个股，但必须要特别强势的走势才行。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依旧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还有科威、谷歌、微软、MSTR、Circle、李来、MD、英特尔、APP、SOXL、Meta、RQB。台积电、PLT、美光、亚马逊、AOI、LITE 以及 NBIS 等以上的个股，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当然，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告知各位：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会比较多，目录当中的一个涵盖量大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一点。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个股大家都感兴趣，所以也把所有的内容都制定了一个时间轴。大家点击时间轴可以进行跳转，当然第一部分尽量的就完整的观看，因为这是最为核心的我们的一个指数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怎么去看止跌和止涨？其实这个信号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讲了不止一次了。每次市场出现一些调整或者说止涨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提到，其实只要看 K 线，我们就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把握到很多高点和低点的可能性，而且比盲目的相信我们的直觉会更加有效。比如说这一次下跌，它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一个止跌的有效信号产生。那什么叫止跌的有效信号？其实特别的简单。我们在上一次抄底买入或者说回调买入低点的时候，其实用到了一个方案，就是市场要有一个反包阳的出现。没错，就是这种 K 线。当有一个价格收盘价比之前的高点高的时候，或者说比昨天的最高价还高的时候，一般我们可以定义它是一个有效的止跌行为。当然这个信号不能够每时每刻都用，你最好能够结合2个东西，一个是趋势，如果你要去做一个买入做多，最好是上升趋势回调阶段去寻找的止跌买点，而如果你是在下跌趋势去找一个下跌当中的这种止跌信号，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停顿或者说反弹，空间一般不大。第二个，最好除了趋势是上行趋势之外，我们所找的那一个止跌信号产生的位置，它如果能够是某些支撑位置附近，那么会更好。所以这2个点是用这个止跌和止涨信号的核心关键。所以当时为什么反包阳作为买点？一个它确实是一种止跌的信号，另外一种它确实也在某一个支撑位附近，而另外一点也确实它是属于一个上升趋势，并且在支撑位附近。我们之前说过趋势的分析，只要是一个紫色飘带，它就是一个上行趋势，而紫飘带它也是个支撑。所以股价跌到紫色飘带，不管是个股指数都是一样的，那么产生的这种反包阳线都是要特别关注的，有机会是有不错的回调买点。而反之，如果我们要去找滞涨，那么就是反包的阴线。当市场开始出现一根阴线的收盘价比昨天的低点还要低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一种风险的一种提醒，滞涨的一个信号。你会发现正常来讲，如果是一个上行趋势或者说上涨的行情走势下，短线上它基本上会保持一个动作，之前的低点或者说昨天的低点往往不会被触及，那哪怕偶尔被触及也会产生是支撑的效果。所以这一波行情你会发现每一天都比昨天的低点高而后，哪怕偶尔会达到，它也是支撑的效果，而不会被收盘跌破。所以盘中可能会被试探，但是它一般不会被跌破。当市场出现收盘比昨天低点低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它一般就是一个风险信号。你会发现市场如果短线持续的下跌，它的信号一般就会产生什么？很难去触及昨天的高点。所以昨天的高点一般来讲，在下跌的短线走势下，哪怕是一种上升趋势，它也会表现为压力。所以你会发现很少会有一个 K 线，它的收盘价会去超过昨天的高点，是在一个下跌的走势之下。所以只要昨天的高点依旧产生是一个压力的一个反馈，那么收盘不能够过，那么就说明它还是一个下跌的走势，至少离止跌还差一个信号。反之，如果您是在下跌趋势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去看到，比如说有些同学可能会选择做空，比如说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是一个下降趋势，那市场反弹到了一个压力位附近，那出现这种 K 线，一个收盘价比昨天低点低的 K 线，又比如说它可能是下跌到了某个支撑，收盘价比昨天高点开始高了，之前都是比之前的低点低，很难的比之前的高点高。突然在某个支撑位上发生了一个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一个动作，哪怕是下跌趋势，你会发现这种行为产生时，是不是很多时候它确实就是一个低点的形成？而在压力位附近，如果是顺势下跌过程当中，它出现压力位附近的收盘价比昨天低一点低的 K 线，那么这个地方一般也是比较大的风险，是某一种顺势看跌的行为。包括之前的这个地方是吧？收盘价开始比昨天的低点要低了，轻易的跌破了昨天的低点，并且收盘在它之下时，一方风险就很容易出现。当然这个技巧也不是说100%，但是它是一种顺势交易当中我们要去很明确经常去看到的一些滞涨和止跌的一种信号时，可以做一个参考。当下也同样，我们把所有的指标都去除掉，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就是一个短线维持下跌，那么每天的高点都在降低，每天低点也比昨天要降低，这就是一个下跌走势。那如果我们要去判定止跌，那是不是最好能够等待一根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产生？这个时候我们去看它有可能止跌，再去考虑这种机会。而在此之前，所有的买进，比如说看长下影线，比如说看运线，直接去买股票，一般来讲就会容易买在半山腰，或者说买得过早。所以我们宁愿买得晚一点，也不要买得过于早，那么很容易呢，可能就卖在下跌，那么可能就会接到飞刀，这就比较风险。好，另外的我们要看到第二部分，当前市场趋势下它出现的可能发生的一个机会。为什么这里我们要去寻找这种止跌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市场其实依旧是一个运线，并且产生了超跌的一个信号。而当市场出现某一根 K 线被昨天的 K 线高低点所仿包所包含的时候，这种叫做运线。之前我们在上期和在上上期都有讲过这个运线的 K 线，是吧？包括高位的时候，这里也是个运线。当运线产生时，它说明是停顿的信号，它不是一个滞涨信号，它是停顿的信号。停顿信号后如果加一个滞涨的信号，一般就是风险比较大的一种变化。好，所以当时这里是一个风险的提醒，我们也在这种位置提醒过一个风险。那么在我们上期视频讲过，这个地方的运线要怎么处理，是不是要把它的止线高点给突破？你会发现它没有突破，所以这一个运线停顿之后选择什么？下破，那么运线方向就选择继续向下。也就是说，股市它在运行当中有时候会停顿，它这个运线其实表现为日内的震荡在昨天的范围之内，而后它选择继续往下破，那是不是方向依旧选择向下？好，那么当前的最新这根 K 线依旧还是在昨天的前一天的低点和高点之内，所以它又来了一个震荡。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再看一下它这个震荡之后选择方向是依旧向下，还是能够转着向上，这就是运线的一个含义。日线的运线一般在日内就是一种方向的停顿和想要再次的选择，所以我们依旧可以把这个止线，就是小 K 线的高低点做一个判定。如果不止止线后停顿，还有一个止跌 K 线的产生，反包的阳线，那么再配合一个蓝 K 的信号，那么这里将可以认为它将要反弹。为什么说它将要反弹？因为市场的趋势在这里即将发生变化，它的一个紫色飘带，我们所说的上升趋势将要变成另外一种颜色的飘带，黄色飘带。你会发现它已经很窄了，所以这里不管它是继续下跌，选择下跌，还是选择反弹，这个地方基本上100%会变成一个黄飘带。而如果变成黄飘带，就说明趋势转为下跌，那么它将会是一个压力，而跟之前的这种止跌后的看涨趋势就不太一样了。那么它的逻辑就会变成，它有可能是一个黄色飘带下的一个反弹。所以黄 K 是风险，蓝 K 是机会，但叠加趋势，有时候蓝 K 它的机会只是反弹的概率更大，而黄 K 的风险可能是回调概率更大。我们要看趋势来去辨别。只要您是
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您手中应该都有这个指标，所以你要关注一下您手中个股目前的个股是否是一个紫色飘带啊？如果指数变成了黄飘带，而你的个股还是紫色飘带，那么说明您的个股在回调过程当中是比指数强的。那时候的指数如果有反弹有止跌，你的股票是有机会继续走趋势的。所以后续我们讲个股时也可以关注这种现象。当然了，如果你的股票有蓝色 K 线产生，那你们就更好。因为蓝 K 一般说明就是股价确实跌到了某一个极限，容易出现反弹。这个反弹的时候，如果再结合我们所说的止跌 K 线，那么这个效果就会更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止跌止涨的简单判断，用 K 线就能够看得出来。当然，这一个方案在震荡市当中是没有用的，它只在明显的短趋势下跌、短趋势上涨、短趋势回调当中才有效果。所以主要是用于上升和下跌趋势，震荡行情不可用。晕线交易当下，我们依旧要关注的一个止线是否能被突破和止跌信号的产生，有则可以作为首次看涨、首次回调低点的判断。如果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和日常的支持。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也可以在视频底下可以留下您的评论。如果手中有个股是没有在这个个股列表当中，那么后续阿哲没有讲到的，你也可以把你的个股标的的代码发在评论区，那么阿哲看到之后也会进行回复和讲解。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那么阿哲希望大家不只是点赞评论，还可以把我们视频底下的这个订阅按钮也同时可以点开，点击之后会显示一个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一起探讨美股行情。而如果您想要每时每刻能够及时收到阿哲更新的一个通知，那么也可以在我们视频底下订阅之后有一个小铃铛，全部点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期视频在更新的时候就会通知到您，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了。而对于首次相见的新同学，首次订阅的新订阅粉丝同学，阿哲是有一些见面礼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就是阿哲后续我们在讲每期视频时都会用到，每场直播阿哲也会反复用到的这个指标，是阿哲喜欢用来看趋势和看交易买卖点的。像本次美股的风险，我们是不是就通过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卖点黄色 K 线的跌破来去识别这一次暴跌？所以这一次的下跌，其实用这种黄 K 的破位，你是可以精准识别到这个高点，而后提前减仓，规避后续的一个风险。如果您这次没有及时是卖到一个好的位置，甚至现在还是被套住的，那么阿哲是比较建议大家一定每时每刻要关注好这种黄 K 的产生、蓝 K 的出现，它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提醒你到了短线高位和低位的一个信号，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一个作用，不是完全就只看这两个 K 线。如果您是新同学、刚订阅者，都可以在我们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助教，然后跟他说一下您需要安装这个指标，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是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对于我们日内的看盘的同学，如果您平时有看盘的一个需要，阿哲每天盘前是会写一个盘前广播，其中会讲到一个美股15分钟，而其中会讲到一个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图表当中容易出现高低点的时间窗口，那么希望它也能够对您有些帮助。比如我们看一下最近所给到的一个变盘时间窗，以及我们要怎么去用它。我们看到6月9号盘前的时候，我们给到了2个点，一个是10点30分和一个是1点30分。那么10点30分是开盘之后下跌时的这根阴线。正常如果是下跌遇到阿哲所讲的这个变盘窗口，很多时候它应该定义为下跌中的低点变盘，但是我们是提前预判它是低点变盘，但你不是说提前就在这个地方去买很多时候会比较激进。我们会把它的高点判定就是要收盘过去，就15分钟的一个止跌信号，是吧？很简单，就止跌要怎么样止跌，就是收阳反包阳线最好。那么用长下影线加反包阳确定止跌，那么这根长下影线之后它还是下跌的，那么这个地方的低点变盘就有可能它不是低点，它可能是延续下跌的变盘，所以这里就不能随便抄底。而当市场来到了1点半的时候，市场是在一个上涨阳线当中，那么这一个 K 线之后没有下跌，而是继续突破，就说明它这里是连续上涨。而后在6月10号的盘前3个变盘点是9点45分第一根 K。9点45分是我们开盘的第一根 K 线，这里应该是45分第一根30分钟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它是一个低点，低点之后构成了一个反弹，但是左高的压力没能突破，再一次下跌。11点15分是这一个最后一根的阴线，后续在这里也产生一个反弹，
但是不是它依旧没有去突破这个变盘 K 线的高点，产生了一个震荡。到了2点是一个高点变盘，市场后续出现了仿包阴线，持续的一个下跌。所以每到一个变盘窗口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它容易出现高点和低点的可能。那么在今天盘中的第一个变盘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开盘的第一根 K 线9点的45分。所以开盘第一根 K 线，如果市场是处于下跌当中，那么我们要关注那一根 K 线之后是否有仿包阳线，或者说如果是上涨当中会不会有仿包阴线出现，往往容易出现一个变盘的高点或低点。在每天盘前，阿哲都会写到这么一份盘前的广播，其中变盘时间窗口是其中一部分，有时候其他的内容也包含指数的一个分析，以及我们个股的一些标的的分析。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在订阅阿哲之后，那么注意可以跟助教去领取的福利，一般会有4个礼物。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指标，第二个是盘前的广播，盘前的点位解析，第3和第4是一些内部的课程。如果您对于技术分析感兴趣，但目前掌握的知识还比较少，不知道怎么去适当中应用，那么也可以多听听我们的内部课。这个内部课程是不对外公开的，只对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以及财生同学才开放。所以在订阅阿哲之后，找到助教都可以报名参与这些课程。像我们本周所讲的技术分析主题班课，会讲到一个市场目前在回调过程当中是否是牛回头，如果有些股票是牛回头，那么又如何去把握它的买点，以及怎么选出目前的趋势牛股，最后会讲到选股的一些策略。如果大家在技术面上目前还有一些不了解，或者说刚刚学习的一个同学，都可以参与我们每周的内部课，从周2到周5每天的香港时间早上10点都可以参与，都可以收听。除了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到助教可以去报名之外，这是从福利在我们底下评论区的置顶评论当中，也同样您也可以点击对应的链接去找到我们的助教。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和第3部分，是个股的解析。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当前我们看到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的一个9转，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的时候，它还是在第6转，目前是走到了第8转。第8转之后，第9转的 K 线它要怎么出现？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跟4天前的 K 线的收盘价比？所以8号 K 线为目前的1天前，所以7、6、5，所以我们是不是讲到5的收盘价和9号 K 线要做一个对比？如果今天的收盘价在这个5号 K 线收盘之上，比如说出现这样的一根 K 线，比如说出现这样的一根阳线收盘站上，那么这个地方它将是一个9转的打断，那么就不会是9转。如果收盘在5的收盘价之下，它将才会是一个9转。一旦9转形成，就说明它是一个左侧衰竭的 K 线点，它容易是一个左侧的买点，就好像之前这个地方的上涨，9转的位置容易是高点衰竭，后续前期的这种每次下跌趋势的下跌9转，它容易是一个反弹的开始。所以每次9转容易产生低点反弹，每次上涨9转容易出现高点回落。所以9转在特斯拉的一个股票上，它的股性还是能够去关注，或者说比较有效的产生一些信号。那么这个9转如果形成，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它最好是在某些支撑位上，而不要跌破支撑，那样会更好。那么当前的支撑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是左边的这个低点，因为上升趋势低点应该是抬高的，所以目前的这一波回调是吧，每一个位置所对应的支撑点，那左低肯定是一个，所以如果9转产生时不破左低，甚至后续有止跌的 K 线，那么就可以作为左侧的一个交易区间。所以这里有2个动作，一个是9转的形成，一个是止跌 K 线的出现，比如说仿包阳线，而后不要破支撑，那么这将是一个左侧伏击区间。另外一点，如果它不出现9转，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地方它刚好是在一个通道线附近，所以跌破的第一根后，第2根往往是关注的区间，容易产生止跌的一个情况。我们之前讲过，这种关键的支撑压力附近，一般会出现一个动作，跌破与否的判定。跌破的第1天、第2天，一般会出现对于止跌是否有效的一个看法。当一个通道，因为它不可能真的刚好是一个价格是支撑，所以某个支撑线一般来讲它是一个区间，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些空间上的预留。当跌破的时候，肉眼可见是跌破的时候，它往往可能它并不是有效跌破，所以我们需要判定是跌破1根2根之后有止跌与否，以及有时候它突破1根2根之后是否能够继续的延续上涨，否则容易是一些假突破。所以当下也是跌破1根了，目前我们看今天就第2根，如果第2根包含有9转并且左低不破，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左侧的夹角，可以去做多的一个区间。
而交易信号最好是配合一个止跌 K 线的信号，会更加精准以及更有效，不至于说买到一个下跌但是未明显止跌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从上海趋势图来看，至少目前的趋势有点走坏，所以九转的区间我们需要做一个定义，它是一个下跌当中超跌而后可能反弹的区间。所以这一笔左侧的交易机会更多的是只能先看一个超跌反弹。为什么是反弹？因为它目前的趋势就是这个飘带，它已经转为了一个黄色带，而后龙门线中长线的支撑确实选择什么？是向下的。所以在突破无效这个龙门线之后，价格的高点往下移，低点往下移，目前走的震荡有下移，以及是下跌走势的一个形成。目前的黄色飘带形成了一个压力，反抽一次确认之后，股价往下跌。目前有蓝 K， 有即将的九转，所以依旧在这里能够寻找做多机会去看上涨，但是上涨是建立于一个震荡下跌的下沿有所支撑的一个反向动作。如果这个反的力度够强，能够站上飘带，到时候再延续去看多。这里前提是什么？不破左低，有九转是最好的。而后反包阳之后，我们去看一波反弹的力度如何。所以个股走势当中，如果调得太深了，把飘带跌成了黄飘带，就要小心。如果目前你的股票还是止飘带，那么并且甚至是不破飘带，回调止跌会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个股英伟达调的一个幅度也是比较深，不过它也同样没有跌破之前的这个低点，所以跟特斯拉的一个走势有点类似。在股价突破了左边的一个高点之后，市场选择了一个冲高回落，回落的一个力度比我们想要的更大一些，所以把之前所突破的高点的一个支撑给再次的击穿了。所以目前这一个曾经的承压转换的位置再次变成了一个压力，因为价格又回落到之下，左低的地方依旧是支撑，因为之前的左高的地方，之前震荡的一个箱体的一个高沿上沿，它是被回踩多次确认，所以这里它属于如果要再寻找支撑，它的支撑其实比较近的，所以空间上英伟达的支撑也比较临近，只是在关键临近的位置要有止跌 K 线的产生，没有止跌 K 线的产生，它的一个风险你去做多就比较大，所以往往我们需要在关键的支撑附近有反包阳线的出现，那么它至少容易有空间产生，所以一个支撑附近有反包阳产生更容易出现是吧？有效的止跌以及空间的出现。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要止跌是吧？首先有支撑趋势上涨，那么在这里有那种止跌 K 线产生，我们说它的效果才更好，而不是随便找，不能说每时每刻你都去找一个止跌阳线。比如说在压力位附近，你看到有一个反包阳线，你以为这个地方也是很好的买点，但其实它只是个压力，就不太好了。所以止跌和滞档 K 线要选择不同的位置和趋势去看。那么我们再看到它的下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的下跌是已经比很多个股提前转为了一个黄色飘带，所以价格走势未来如果反弹上涨，那么黄飘带肯定是作为一个压力，而当下下方的支撑，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左低之外，另外一个中长线的指标附近所看到支撑呢，就是龙门线，所以龙门线和左低这个空间被下探的时候要关注，它有可能会在日内产生一些止跌的效果。龙门线目前是在 190.725， 大的一个方向上其实还是一个看涨的，因为它整体龙门线依旧没有被有效跌穿过，而后飘带的转为黄色，它可能是一波上涨之后对于龙门线的一个回踩，所以这个空间附近是对于想要依旧看涨去重点关注的同学要去重点看的。在这附近所产生的止跌反包阳线，就特别可以作为一个首次左侧的一个买点。那么当然了，我们以上所讲的，不管是特斯拉还是英伟达，这个买点出现的时候，最好能够搭配上指数是止跌的，因为不管是特斯拉还是英伟达，它的走势以及它的指标显示都是弱于指数的。比如说特斯拉、英伟达都转为了黄色飘带，而指数目前还是紫色飘带。所以这种相对走势结构弱于指数的标的产生的买点的时候，最好结合指数，同样也是止跌的，除非有些个股确实强于指数，可以提前于指数去买一点试试。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标的是比特币和以太坊。比特币和以太坊目前的观点依旧是短线的多方的阶段，这个多方究竟能走多远不确定，因为它整个趋势还是下跌的。中长线的下跌通道当中，这个通道我们没有画，但是曾经我们是都有讲过，是吧？就大的方向，不管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都是大的通道下跌。
只是目前是打到了一个左低的地方，这个以太坊是已经击穿了，目前好像有点站不上去。而后比特币是引线刺穿，所以背离是被修复的。只是背离修复的时候，刚好这个比特币有一个九转，而后又有止跌的运线上破，所以我们怎么去看？当然，你做多肯定是以比特币为主，因为比特币它在短线上的结构是要比这个以太坊好一些的，所以比特币可以看一个运线上破，把母线低点作为防守。目前是没有破母线的高点，但是止线的高点是突破了，所以以此我们去希望它能够走出左低附近的运线停顿的母线上破，止线上破为一次买入，母线上破则作为第二次的买点，母线的低点作为一个防守。如果股价阴线击穿母线低点就要走，这样说明它这个反弹力度确实一般，连母线高点都破不了。那往下破做空就可以看一下以太坊的空单，当然这都是短阶段我们短线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第一只标的是扣位。那目前我们所看的是扣位的一个上海趋势图。扣位的一个图表走势当中，它目前也是在一个龙门线上。我们希望的是之前的龙门线是一个压力，而目前在一波强势的突破之后，它回踩龙门线，不要再有效的跌回。那么如果跌回来，那么之前这一波反抽，那么强势的走势就有点浪费了，说明对于龙门线的突破依旧没有站稳，这个趋势还有升幅回调的一个可能性。而在周线上，它是一个飘带由黄转为紫色，也就是周线上是一个上涨回调的一个结构。这个回调目前还是一个温和，还是一个相对允许的一个结构，因为它之前的底分型突破之后，目前这个回调它依旧是对于分型结构的二次确认止跌，所以周线结构是没有问题的。日线我们希望它产生的好的一个地方是不要去跌破这一个龙门线，龙门线目前已经跌破了第一根，之前这里是没有有效跌破，但这里开始跌破第一根了，它也跟指数一样是运线，是蓝 K， 但它没有一个止跌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仿包阳没有在这里出现，像之前回调到这个地方有仿包阳出现了，但最好这种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是阳线会比较好，阳线在支撑位附近出现，这种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的 K 线会更好。阴线一般我们最好再等一等，作为买点一般买到阴线不是不行，而是我们买阴线它容易可能继续走弱，阳线可能会容易直接走强。在这个地方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止线的高点，如果能够蓝 K 消失，止线上破将龙门线支撑，这里依旧是作为一个买入的一个区间，所以当前是在一个中长线支撑上，不要去有效跌破。如果母线继续往下破，跌破母线低点，那这里可能在周线上预示着要更深的回调，那么就得要看到前面低点这附近的区间了。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的走势它在蓝色 K 线反弹之后，就反包之后没有产生去快速的靠近黄色飘带，因为黄色飘带说明它当前是干嘛，就是哪怕有蓝 K 这里也只能先看个反弹，因为它的趋势有一个中短线的上涨转为中短线的一个下跌，这种地方我们做的每次多头都只能先看个反弹，然后在飘带附近的受阻过程就容易是顺势的下跌，所以它这里是震荡了一下，而后再出现了这种强分型破位，运线的破位，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太好。如果在这附近有买入的，必须要把反弹的一个仓位给终止掉，预防它继续的一个下跌。所以黄飘带做多就有这种风险，它有可能是一个中短期强势下跌的中间，它只是个反弹。目前这个缺口已经是接近被完全的吞没掉，这里还有一点点支撑。从周线来看，它对于飘带是一个紫色的，所以它依旧是可以看看回调。那么飘带目前还没碰到，所以周线上的飘带是在347.683，就还有那么一点点空间。所以如果是作为周线来看，我们依旧可以在这个区间附近，在这个区间附近可以去寻找一个做多机会。当然这个看法就是周线上的支撑，在日线上寻找再次的买点。因为周线如果是一个顺势的看涨，那么这一个黄色飘带在周线上来看，它其实就只是一个小压力，所以我们要去注意周线上其实支撑是比较靠近的。那么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MSFT 微软。微软它对于飘带的跌破目前是认为有效，因为它跌破了一根两根之后继续往下破，虽然还是蓝色 K 线，虽然后续如果有仿包阳线出现依旧可以看涨，但是它已经是连续的跌破，对于一个支撑位如果跌破2根以上，那么后续支撑就大概率会转为压力，并且变成黄色飘带。像之前这一波回调时，在黄 K 产生风险破位的时候，它是不是跌破了一根，跌破2根之后其实就止跌了，所以这个地方当时我们有说过它是一个买点。那目前跌破一根，跌破2根还在破，这里如果也有止跌阳线，类似于之前这种止跌阳线出现，那其实也是买点，但这个买点它的空间就会变得小一点，就容易是
黄色飘带下的买点了。目前的压力是420.984，依旧可以等反包阳，反包阳出现，我们再继续往上看。当然只能看反弹了，这是一个日线上的看法。我们再来看下的股票是 MSTR 呢，它是另外一种信号。我们的上海趋势图当中呢，它有3种颜色一种呢是黄色，黄色在某些压力位出现，比如龙门线的时候出现黄色 K 线，并且伴随着滞涨 K 线的出现，反包阴线，是吧？它就是一种风险信号。蓝 K 呢，它是短线超跌，如果是趋势向好时出现就更好。短线超跌反包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机会的信号。那么如果有些市场它可能短线超跌止不住，它呢是一个中期以上的调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白色的这种 K 线。所以白色 K 线产生时，一般趋势好不了哪里去，一般代表中期以上可能趋势破坏，但它容易面临一个中期的反弹，所以会有白色 K 线。所以当前如果你不在意是逆势交易，因为它的中短线、中长线都向跌的，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白 K 反包，并且是长下影线，所以这笔交易呢是可以去看的。但我们说看的是超跌反弹，白 K 的超跌反弹是值得去做的，特别是离空间还有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就设好防守位，把白 K 低点可能往下移一点的止损，往上每次突破可以加一点仓位，是吧？突破加一点仓位。当然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运线结构在这里，往上突破我们依旧也可以加仓看涨，然后目前是一次买点，然后低点呢设好防守，可以看中期支撑下的一个超跌反弹也是可以的。当然这种操作呢就是仓位不要放太多，因为它的趋势是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是 Circle 就对于这个龙门线的突破和跌破呢都不如这个 Core 位呢目前是回踩这个龙门线，还没有去有效的判定跌破，但 Circle 呢是已经跌破了，但它跌破之后其实是周线上还不能说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周线有这个蓝色 K 线，它周线呢是一个向上突破黄色飘带，而后回踩为紫色飘带。当前的飘带它是跌破了周线的第一根，而目前是周线跌破第二根。我们是不是说这个飘带如果跌破的时候看2根 K 线，周线也是一样，所以第二周目前就第二周有小 K， 然后有蓝 K， 当前的这个阶段呢就容易是一个破位之后确定是否有效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产生的运线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反包止跌 K 线的出现，它就属于一种支撑位附近，大的趋势是回调的趋势附近出现这种止跌 K 线，就是值得去参与的，所以依旧可以等待这个买点。这个买点可以是运线的上破，也可以是我们止跌 K 线反包阳线的出现。当然因为它上方日线上级别有一个黄飘带和这个龙门线，所以先看压力是 95.612 以及呢 96.611， 这个呢就是临近的中长线、中短线、日线级别的一个压力。如果这里能够出现止跌，那么下一个就看一下上方压力能不能过，轻松能过，那么就有可能是周线的一个低点。下只个股来看到礼来当下呢，虽然说它没有黄色 K 线的出现，但它毕竟是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波段一段时间了，而后在左边的波段的小高点这里，并且它这个地方所对应的左侧它也是个大的级别高点，那么这种高点附近呢出现这种很明显的连续阴线，而且有收盘价比昨天低点的 K 线出现，那么这个情况下又是在左高附近的压力，所以你是要有减仓的一个行为，预防它再次的回调这个飘带以及缺口。从周线来看呢，它的位置也是个黄色 K 线，所以周线有黄 K， 我们特别是黄 K 产生了连续几周了，这个时候呢，你也要预防它可能是一个趋势改变之后，对于飘带要准备2次回踩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在日线上，在有所获利情况下，这里是要减仓的，预防飘带的一个回踩。回踩不破，趋势依旧强劲，再往上去看一个短波段的趋势上涨。而如果趋势回调时把缺口完全回补跌破飘带，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小心它可能要对龙门线做一个回调，所以我们要去预防是中期回调，而不是趋势的改变。目前周线日线趋势都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龙门线，我们看到这个飘带是 1099.801 作为这个缺口和飘带一个集中的区间，作为强支撑区。然后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 的话，它目前也是可以认为是短波段的一个回调，因为之前回调飘带走了反包阳止跌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上涨，黄 K 呢在出现之后是不是收盘价破位了？破位之后股价出现了回落，回落时呢，它当前也是跟之前一样回到飘带，只是它调的力度比之前深，它是跌到了飘带之下，所以是跌破的第一根。
破位第一根是蓝 K， 那么目前来看一下第二根，如果有止跌反馈，直接蓝 K 消息的反包，那么就可以作为第二次的短波段的买点，然后设置一个防守就行，并且它这里是不是硬线？所以逻辑和我们刚刚所讲的是一样的，而它就是属于我们所讲的目前比指数强势的一个标的，因为它目前还是一个飘带附近，没有转变颜色，并且飘带宽度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就可以算是一种如果有买点，哪怕指数没有明确止跌，也可以提前去做的一种标的了。然后我们再看到 INTC， 那么反过来再看到 INTC 就英特尔，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在上期就讲过，它呢就是会比较弱一点。就是因为它其实就已经转为了一个黄色飘带，所以一波回调之后，它并没有像 AMD 一样去走出强势新高，那么不新高反而继续延续调整，那么这一波价格走势就是跟特斯拉等一样出现了黄色飘带，那么下跌反弹，当前又是个运线，碰压力出现运线，那么就跟有一些标的就不太一样的。那么这里要小心的是，如果它选择是再次收阴破位，那么就说明这个黄飘带的一个压力是确定的，它呢足够引发再深的一个回调，这里必须得要运线是上破站回飘带，才有机会继续看涨，否则这一波中期回调就还没有彻底的止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压力在哪里呢？这个压力是在 112.104。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 APP 的话，其实跟刚才 AMD 可以算是同一种，当然 APP 的话，可能它的位置会更低一些，毕竟它目前的涨幅不算特别大，价格呢也是刚走出了龙门线，然后目前是回落，龙门线呢是跌破了第二根，但不算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效跌破的一个范围，它是卡在了这附近，所以第二根跌破时，同时也是飘带跌破的第一根。那么这里呢，底下是一点红出现，所以价格走势 APP 算是跟 MT 一样可以同时关注的。就是目前趋势，如果指数能够止跌，那甚至指数不止跌，他们俩提前有买点也是可以做的一种类型标的，因为它确实是目前飘带的宽度还是足够，而后在相对的低位，所以 APP 呢甚至优先级可以排在 MD 之前。当前的价格走势也是在一个震荡之后突破回踩，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有蓝 K 消失反包，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个中期回调的一个启动点。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反包阳线就是要反包昨天的高点嘛，就是 517.12， 然后如果出现的话就是买点，而后把止损放在，你可以放在前面这个底分型，也可以放近一点的话就是这低点附近缺口下沿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SOXL， 这个个股呢它也类似，就是我们所说的 AMD 的那种类型，它也是回调，然后目前出现了一点红，它也是一个运线，也是飘带跌破的第一根，它只是没有蓝 K。除此之外呢，跟 AMD 是类似的，所以这个地方止线如果上破，并且站上飘带上沿，同样是我们说的回调买点，当然必须要止跌才行。目前这个止线的高点是 212.99， 然后飘带的上沿它是 214.959， 类似，所以止线有突破，基本上应该也站上飘带了。那样的话，其实我们也一样就设置好止损，继续看波段的一个短波段回调低点即可。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Meta 它是趋势相对不好，这个就是龙门线向下。就是如果你看到你关注的个股，我们先不说消息面、基本面怎么样，如果它的白色龙门线是向下的，而且还是多次被反馈过的，是吧？突破2根就不行了，突破2根就不行了，或者说不能突破。就龙门线向下这种就是中长线受之压制，每次呢反到龙门线附近时就要小心，而后它的飘带也是中短期的下跌，就是龙门线向下，飘带如果是黄色，这种其实就尽量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做多，它容易呢还有空间，所以当前也是一样的，就哪怕它有蓝 K， 我们也只能说这个看一看，后续它真能够转好，我们等一波上涨后再去做，会比你在这里直接做会更好。感觉是2次回踩，好像呢这个地方有机会，但是它目前没有太多方的反馈，是要把缺口也跌破了。下面呢还有一个缺口作为支撑，我们要等待它明确的止跌，才能说短线去看反弹，而后要等待它确实能够站上飘带龙门线，而后才去看市场真的在大的格局上它是一个反转结构才能够去看，否则它一路下跌没有反馈，那就没有必要去提前去布局买入。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RKLB 它目前是连续的蓝色 K 线，而后转为了黄色飘带。之前我们是比较关注的，那个时候讲的时候它还是1根2根蓝 K， 但蓝色 K 线如果出现了很多根，3根6根，那就不太好了。就像之前有一只股票，很多同学也有看到VRT，就是
一个市场的上涨趋势，如果你发现它是只带蓝色 K 线的回调，最好它就一根蓝 K， 最多也最好不要超过3根。这种情况下去突破反包就都可以去参与。如果你发现它这个蓝色 K 线呢，特别多，一大堆，然后有买点的时候又是黄色飘带，这种失败的概率就会极大。不是说不能成功，而是没有必要选择这种概率比较低的买点。所以当前也是一样的 ，RQB 呢，它也出现了连续的6根的这个蓝色 K 线，也转成了黄色飘带，所以再出现买点可以买吗？也不是不行，也行，但是它的胜率就是要比之前这个1根的要弱一点点。但是如果有，比如说止线突破了，那能买吗？可以，一定要设好止损，也要设好止损。当然，我们最好呢是寻找更加强势的会更好。目前开始由之前的强变成弱了，它上方的这个飘的压力是123.496。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话，它也是回调时目前首次进入到一个红色柱，然后跌破飘带第1根。那么跌破飘带第1根，它就作为关注点。像这种破位第一根都要看一下，看什么呢？看有没有止跌出现，是吧？反包阳线。好，这里如果反包阳线，它就是账上飘带，并且是运线上破，那么可以作为止跌的认为 OK 的地方。首先要账上，如果不行，那么就要看一下下一根，因为跌破的第2根也是可以关注的。第2根 K 线如果后续再出现反包也可以，是吧？阿直认为可能这个剧本会更有可能性一点，因为这一个上影线要站上的话，难度还是有的，不太容易。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LTR，PLTR 它也是一个龙门线向下，只是比 Meta 好一点是它没有这个黄飘带，但也差不多了，因为它跌破了1根、跌破2根、3根、4根，所以飘带呢大概率就要转为黄飘带，然后后续反弹也是压力。所以如果你要做空的，一般你要找就是黄飘带反抽第1波，容易呢出现继续的空方机会。像这种大幅下跌转为黄色飘带反弹第1波，一般也容易有空方机会。好，所以这种地方呢，一般出现蓝 K 的上涨，就是先看反弹，这种反弹就比较危险了。如果真的是转为黄色飘带，再来一波快速滞涨，那么它一般来讲就要快跑一点。所以它的一个飘带的一个压力是138.834。下面呢，我们再看到美光呢是在一个黄 K 跌破之后，目前还是可以认为是回调，它的力度其实不是很强。跌了几根之后，目前是震荡时呢，是不是也还是跟大做股票是一样的，是一个运线？它的一个止线呢，如果被突破，这样飘带认为也是 OK。像之前这根阳线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它没有去收盘价完全去过这个阴线的高点，所以它其实也是个运线。运完之后又运，那么这个地方要明确有止跌才行，否则它可能就是一个停顿。如果运线下破，那就选择继续往下看了。目前就是支撑位附近产生震荡，但是未有止跌明确信号，尽量要出现什么收盘价比昨天高点高。如果能够是分型确定，那就会更好，当然那个呢会比较右侧。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它其实趋势也不好，中短线其实也是黄带。为什么我们标了绿块呢？因为看的不是短波段了，而是一波短波段已经中期回调有一段时间，而后目前是回到龙门线上。目前它的位置呢是日线龙门线，而后再加上飘带是一个我们所看的周线的紫色带，所以它有机会是处于一个中期的支撑区间窗口附近。所以这里呢，它又是连续的蓝色 K 线，而且今天应该也是9转。大概率是9转，所以这附近有9转，有蓝 K， 有龙门线，有周线支撑，所以这里如果有止跌信号，可以作为一个超跌反弹的选择标的，所以我们可以关注这种地方233.287附近的支撑区。下一只个股是 AOI， 它目前还在震荡，所以如果你是跌破2根周做买入的话，其实目前它没有打你止损，但是上涨之后呢转震荡，这里呢依旧可以这么去看，就是整个飘带是紫色飘带。所以我们依旧可以去看它的趋势上行。趋势上行的话，一波价格的调整如果是砸盘，那么它的上行就是能过左高，是吧？我们之前说这个回调止跌，一般就看左高附近，特别是这种短线的左高找卖点，一般问题不大。你只要不是要想着会卖飞，是吧？你想着落袋，那么这种波动哪怕大一点，你也还是能够抓到利润的。但就是你所承受的风险，这一个空间是不小的。所以如果短线上尽好控制仓位，而后不要太贪，有利润的话，其实可以做分批的减仓。那么当下就依旧还是在你的成本附近，在不断的震荡。
飘带呢，当前是比较窄的，容易变成黄飘带。如果想要更快识别风险，可以把这个指线的高低点做一个划分。跌破飘带之后，如果顺势再跌破这个指线，那大概率是要打止损的。那你提前走也可以。现在这个股来看到 LITE 这股票呢，它是比 AOI 要提前走弱。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把之前蓝 K 的低点给击穿了，所以这种地方它就是黄色飘带转换之后，你的胜率其实就会下降了，就很容易下降。价格走势目前是反弹黄色飘带。账上2根有压力，而后往下回落，所以这里呢就是由一个紫色带转为黄色带，并且上涨变成了一个压力。后续的黄带呢都容易作为压力。如果要做相对的反方向，那么就是黄带有运线往下破，是不是就往下看了呀？所以当前是黄带上具备了一个压力。我们看到短波段 903.078， 而后 928.456， 这是飘带的一个压力。周线上来看呢，它是一个长下影线的回调，所以这个地方要看一下是周线能够止跌，还是日线维持下跌。因为周线这个支撑，它要选择支撑住的话，它也要有一个明显的日线的反馈。日线目前是没有这种止跌的动作，低点依旧降低，高点还是在降低，而后转为黄飘带，所以它顺势依旧升调到飘带内也是有可能性的。所以这种个股呢，在周线支撑上要多次确认，它目前还是没有明显的止跌现象。现在这股票来看到 NBIS 连续的阴线调整，没有蓝 K， 同时呢也没有出现止跌 K 线，一直呢是低点加降低，收盘价呢依旧之前的高点依旧是不是压力，所以短波浪调整的一个大概率事件就是容易之前的高点产生压力，低点呢容易被击穿。目前是运线，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反包阳出现，再加上飘带是紫色的，那么它也同样可以作为提前可以去看涨的一个标的，因为它还是紫色飘带。从周线来看呢，就位置偏高，但是黄 K 出现之后没有跌破，黄 K 有支撑的行情，一般它的风险就还不是很高。只是呢，在做的时候，你的周期不能看得太远，可以以短波段来去对待，并且后续一旦有过高的行为，容易产生卖点。那么以上是6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